来吧，官方龙焰王的重磅成员钢索他也来了，破盒子啊，不废话了，直接扔掉。你看我就按了一下，这个地方就已经破了。我刚拿上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可见就这个牛皮纸它有多不结实，怪不得你丢玩具丢头雕啥的，活该。而这款钢索的人形实物呢，我说实话，你哪儿能看出来它像个钢索？你要是堵住这颗头雕的话，你告诉我这是哪只恐龙？我相信基本上没什么人能答得出来啊。也就这颗头雕看着像是钢索的脑袋，方方块块的，其实和我们概念中的钢索已经差距非常大了。也别说这官方毕竟核心级的小比例，它能做出个大概样就行了。这话说出来其实挺恶心的，只是官方不想给你好好做，他好好做小比例也能做得很精彩。看一看08动画的一键变形钢索，起码你能一眼看出来它是08动画里的那个感觉。甚至于官方领袖挑战里边的钢索，起码它也做出来了是个钢索的样子。这个你告诉我是个啥？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如果改成怪魔小队里边的龙脊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。脑袋后边这里驮起来的这么一大坨啊，在怪魔的单独成员里边，其实这个地方就不叫事儿了。而且钢索标志性的小翅膀，它为啥背得这么矮呢？明显就不对啊！但这个可是官方指示的变形说明。反正我个人觉得吧，如果你对钢索或者这套产品稍微有一些情怀的话，稍微的把翅膀换一个方向，跟这么翻上来，可能还好一点点啊。但是从后边看，这也是个瓢啊。反正这款的槽点比比皆是，我们直接还是变形吧。武器先给它撅下来，胳膊往起立，大拳头要旋转个90度，放在这儿，都知道这是钢索的2个后肢。整体的部分往前折叠，然后依旧把这一块翅膀包成了龙的胸腹部。但是不要忘，这里还有个合体关节，再把它撸过去。这里是一次性变不过来的，脑袋放在这儿。目前看起来，这个钢索对于G1的形象还算有模有样吧，还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变到这里我还是满意的，起码官方的小比例嘛。但是，恶心的来了，你这个腿往这一翻的时候就不管了呀，这个就是卡到位了，然后明显。你说你都多余做这腿，你做这造型图啥？你就不能在人形的时候做的曲线弧度更大一点，更漂亮一点？你背过来以后翻成这个背包，龙形也不至于屁股后边等于背了一个圣衣箱子吧？再把这个武器非常短小的这个小尾巴给它安上，腿还没什么活动空间啊，这个球关也是稀哗啦奇松无比。所以呢，这么厚重的一个屁股，你站立起来的时候还只能找一个平衡点，这一块的支撑力度才能把这个厚重的大屁股托起来。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些欧美审美啊，就是那种硕大的屁股，还做假屁股，给里边填充物了什么的，做出来那种看着都恶心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卡戴珊肥臀是什么的吧，我真的受不了那个。虽然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喜爱梨形身材或者说安产型的这么一号人，但是呢，你那个就过了就恶心了。你那个不是梨呀，你那就是屁股上边裹了个被子吧。所以这款的龙形真的崩了，就是多余出来的这2条腿，感觉这2条腿不应该是它的。你换一个零件，这个龙形、人形都好看。然后咱们来看它的合体形态，这回钢索的变形确实挺奇怪的。首先它变成的是一条腿嘛，而且这条腿的变形模式啊，也是一个方框子，胳膊通过这关节往前折叠，然后把爪子转过来，2条手臂中间的小锁扣锁上。其实中间的锁扣全插满也不是太紧啊，还好的是这里还有一个维度锁，锁在裤裆上夹住它，然后把这个尾巴摘下来，上方这里打开的部分，往这一盖。其实我觉得变成这样也挺整齐的吧，起码方方正正的。你说它是个匣子精，52 Toys， 我觉得我都信得过。但是呢，他不得，他非得做一个不对称式的造型，他必须得把这一块翻过来，看到没？这里有一个小的隐藏卡槽，钉上它。咋想的呢？把一边的皮
非得跟他们立起来啊？这个太难受了，你图啥呢？图他有个膝盖是吗？半拉膝盖不是？官方的说明书就让你这么变啊！这还没完啊，咱们还多余一条尾巴，咋办呢？把它搁在这儿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我知道他的想法是想给这个地方加一个脚后跟，但咱说实话，就算没有这个脚后跟，这么宽的一只大脚丫子，你还怕它站不稳吗？这纯粹是这地没地儿收纳了啊，强行给你搁在这儿。反而我觉得啊，就后边如果做配件包的这些公司啊，想改这套龙焰王呢，膝盖这个地方这么改，哎，你把这两翅膀改一下，主要是把这两条腿换一下。最关键的，这玩意儿做成膝盖它不香吗？啊，做成小腿的一个遮盖部件它不香吗？你何必非要放在这儿当脚后跟子呢？就这样的一条小腿好看吗？指挥交通的一个造型，也别说好看不好看，咱们装上看效果。光看上半身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效果还可以啊。虽然说单体是这样那样的槽点吧，但组合起来以后，上半身的这个效果，我觉得起码比当时天元的那个龙焰王好看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咱有啥说啥。尤其上半身铁渣和淤泥组合起来非常稳定，各种维度的锁扣，包括它的体型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这两款做的还算可以的手臂吧，官方的核心级你也不能太奢求什么，起码这个人样了、龙样了也都说得过去。虽然变成胳膊显得有那么一些空，有那么一些单薄，但组合上了以后，这个层次感，我觉得上半身比较满意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你告诉我腿上这是个啥？说你在这儿指挥交通吧，一个手向前，一个手向旁边，哎呀，还真是那姿势。而且你们觉得这条腿好看吗？就这么方方块块的往这一摆，而且目前只出了一条腿啊，所以我用了一个东西支撑一下。你们再从侧面看，这条腿好看吗？这个大脚丫子好看吗？啊，就算你们都认为这种审美啊无所谓，这个挺好看的。那就算这些东西咱们都欣然接受，来看看整体的合体效果。你告诉我这个身材这是个啥？从围城、王国，包括后续遗产这些所有的东西啊，都是16:9的压缩比例。咱说了，这个变矬了是如今官方的一个统一审美，也不奢求什么了。你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吧？这个龙焰王也太矬了点儿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钢索变这小方块。还有一个让人很不爽的点在哪儿呢？它本身是有膝盖关节的，看本身应该在这里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下方指挥交通的这两片呢没有卡扣，并不能固定，所以你在活动腿部的时候，其实是靠这个指挥交通的在活动啊，而且并不是很稳固。说白了，这个地方的轴啊也撑的力度一般般。而且我最后也想了一个办法，钢索其实完全可以把这大屁股蛋子放下来。是不是比那小短腿稍微的好看一点？问题出在哪儿？就出在腿短上边了。然后我刚才在变形的过程中啊，我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为什么让钢索在下方这里指挥交通？因为这一块如果你不翻折上来呢，这个小翅膀放在这里会和另一条腿卡住，它会阻碍到，所以膝盖就这么变吧，无所谓了。但是咱要不就变个对称的，一起都翻过来，卡在这儿。是不是这样做成一个膝盖，是不是也比那个样子指挥交通强？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龙焰王最后合体的体型，是不是要比刚才官方自认为的那个合体模式要强出来不少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呀，怎么这个龙焰王这不是欧美设计师做的，梅津周平这是日本人做的，所以这款龙焰王最大的问题，目前看就是毁在钢索身上了。而毁在钢索身上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它要做怪模，它为了做怪模而做怪模，所以它舍弃掉的是整个的恐龙小队。钢索也只是一个最后得下来的牺牲品，虽然现在还差了一条腿，目前还没有公布，但是我估计它的变形结构应该会和钢索差不多，就像两条手臂的变形逻辑其实是同理一样。到最后这条腿出来，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按我这样去变钢索。
如果能把2条腿调到一样的长度的话，这样站立起来，虽然说卡扣并不是太多吧，并没有很稳定的锁住，但原先这个钢索锁的也一般般啊。一条腿站立还是太困难了，把我的口香糖顶一下吧。来，一刀把广告费结一下，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身形效果。这么看的话，我觉得我个人的审美方面来说啊，比原先官方那个变形方式顺眼多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东西真的实在太难看了。本身来说，它上半身这胳膊就长，这已经不是臂长及膝了，臂长过膝了。如果你按官方原先的那个钢索那么去变形的话，就这么短，就这么一小方块。以前的官方啊，就算是小比例，就算是当年的军团士兵级、军团指挥官级 TFP 这边都是非常精彩的，乃至于到了电影这边的童子军啦，还有更小的这些传奇级了，也都可圈可点。而且同样做合体金刚啊，电影20代的大力神是什么样的一种精致的状态？我想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目共睹啊。虽然官方在变2的时期做过一套大的所谓的什么无畏级的那个大力神，单体的都不能变形，就是靠着最后合体的模式来唬人，身上加一些声光效果。但传奇级那套小比例的大力神可是单体能变形，最后还能合体，合体完的样子也是和电影里边非常的相似的。哎，载具形态和人形也都能还原个七七八八。那个年代的设计师怎么他就能做得到呢？怎么同样都是这个级别，同样也都是这个年龄层级，那现在的价格为啥还涨了60%呢？你凭啥呀？所以有的时候人们总说，哎呀，你就是总在黑官方，你黑官方这个，黑官方那个。不是我黑官方，我当年吹官方的时候，你们可能没赶上。我当年吹 TFP， 吹08，吹电影123，为什么？因为良心。现在你说这些东西吧，你也不是黑它，只能说惋惜，恨铁不成钢，可能还是得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吧。那么总的来说，这一套的龙焰王也算是看到头了啊，基本上。我觉得等一等吧，第三方这些看看能不能想着有出配件包的公司啊，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我觉得这套也没有必要入了。最后一条腿，就按官方原先的那个变形方式，你们猜一猜它最后会不会好看？再不济，你真的如果喜欢龙焰王啊，还是翻回去收天元的那套吧，这一套真的太不像样了。刚一开始做的这2款成员组合起来还可以，还说得过去，越做越烂，越做越不叫回事儿了。为了后续的怪模，简直就是没法说了，就这么着吧。